反台独写入党章后，台湾地区的学者称，两岸或爆发非意图性冲突。他到底发现了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中国大陆闭幕的20大上，首次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中明确加入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的表述。此前相关的表述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如果说完成统一大业是一种意愿的话，那么反台独就意味着大陆在实现统一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的措施，而且是全党统一思想后的结果。这也意味着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基本确定。关于大陆对台政策的定调，在岛内呢也引发了轩然大波。蔡英文还是死性不改，表达了绝不退让的意思。但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表示，两岸面临严峻挑战，岛内朝野都应该严肃地面对。民进党不该借政治操控来引发更严重的紧张与对立。马英九则发出了票投国民党，两岸无战场的呼吁。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随后表示，大陆将积极运用法律武器来打击遏制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推出法治方面的新举措。针对两岸局势的新情况，岛内所谓的国策研究院组织了一场解读20大焦点的研讨会。大陆军事事务研究所的台湾教授马振坤认为，大陆在未来5年虽然没有明显主动武统的意图，但是必定会加强使用军事手段遏制外力干涉和反台独，其直接后果是两岸擦枪走火爆发非意图性冲突的可能性大增。所谓非意图性冲突，是原本没有计划发生的军事冲突事件，也可以理解为擦枪走火。马振坤认为，中国大陆的目标是在2027年具备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显示未来5年是要加快建军步伐，而非对外用兵。因此，解放军的军力遏制力度会在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之前停止。他提醒，由于两岸海空兵力在台海周边对峙的频率更高，距离更近，擦枪走火爆发非意图性冲突的可能性和风险也大增。现在的问题是，未来几年两岸真的会爆发非意图性冲突吗？还真有可能。首先，解放军压缩台独的战略纵深，维持台海新常态的趋势不会变。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之后，大陆就突破了原来两岸之间基于默契所形成的海峡中线，并且常态化的在台海地区部署4到6艘战舰，这极大的压缩了台军的战略纵深，也引发了台军的焦虑。随后，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表示，以后大陆舰机只要进入台湾岛12海里，就算第一击，台军将直接开火。虽然他随后表示将改为先进行警告，但是并没有收回所谓的对第一击的认定标准。这也意味着两岸发生直接交火的几率直线上升。其次，大陆通过军事手段对台实施战略威慑的办法不会改变。如果台军方让步不够，那就会引发冲突。目前两岸之间的沟通机制已经断了，大陆能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的通过军事行动来进行施压，而台军如果不知退让，那么擦枪走火就有可能发生。最后，台独分子继续进行挑衅，域外国家反华议员窜台行动不断的现象呢，也不大可能会改变。随着中国大陆实力的增强，刺激了西方国家中的反华议员，他们把窜访台湾地区当成是国内提升支持率的一个需要，当然也可以从台湾地区当局那里拿到好处。而台湾地区当局
也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刷存在感，这就为两岸继续发生台海军事危机创造了契机。总体来看，中国大陆已经把如何反台独当成是当前的主要工作，不管采用军事压迫的手段，还是采取法律手段，都不会让台独分子好过，直到我们发动武统行动的那一天为止。如果两岸的和平统一难以实现，那么武力统一的前景就会大幅度提升。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